果然他这样干了。下集预告其实有出现一堆，我也不知道是 policeman 还是飞虎队特种兵举枪对着叔公嘛，你们其实是怎么理解这个片段的呢？ケンジさん本当に悪いグラニュートなのかな。悪いに決まってんだろ。あいつがさらわなきゃ母ちゃんが死なない。哎呦，ショーマとラキオと出会って。包包寿命减一，能理解这个反应。这是真该发火的。见过应该都没见过半斗这样。见过好像。哦，你说从这儿搞特写，太恶俗了。哦，这题是朱铁敏拍的，你懂吧？OK， 那很懂了。那个老骚包了，很有品味了。そうすれば赤株に匹敵する力を使うことができるかも。骗人鲁布。不是你能信耶路布尼撒的话，这是有鬼的。我站在吉普地场上，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恶心啊！用自己仇人的户口。对啊。あなたのガブ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の価値は変わらない。ジープ勇気を出す時よ。シータのためにね。哇！被大小姐喜欢上，你这辈子有了。他自己招惹来的，怪得了谁呢？我只能说，我们斯托马克家族专吃这种25仔，跟吉普相比，深圳搞那些都不叫事儿，你知道吧？因为吉普把这个团伙从内部瓦解了。关键是尼耶鲁布这个逼人，他从头到尾就只干自己的事情，也很恶心。对啊，南宫尼桑和他的畜生弟弟们。お前さんの毒の中和ならまだできておらんぞ。こいつを直せる。就是腰带老的。我新造一个好不好？对啊，他为什么不新造一个呢？对 ，OK， 这是修腰带的费用。小意思，小意思，社交心理学，知道吧？人性的秘密。这个背景有点假。我这个背景也是绿幕，好像。啊，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皆さん、ヒロトを助け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や、仮面ライダーが助けて。那不是我们救的，别乱说，假面骑士干的哦。蒙面好汉大卫带，红色大卫带。はい、今ちょうど試作品を作ってるんです。ヒロト君。昨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今ケンジさんと一緒にアニマルワッチを作ってるんです。こんにちは。ぼちゃん。哦，为什么他那个点心店里面有个道明寺啊？流星花园都来了嘛？给你去看。流星花园。道明寺好像是做和点心的原材料的一个牌子。哦，这样子。哦，所以他不是斯托马克的元老级人物。这狗头人吃过黑暗零食吗？我也觉得不像。狗头人他说他是为了搞到黑暗零食，综艺狗头人还搞还是说想研究黑暗零食，这也不好说。反正他为了黑暗零食去当了打工仔，这点肯定是没错的。哦，也有一种可能，因为早期的黑暗零食成瘾性没有那么强，所以戒了掉。那因为它后面是改进过的，好像。但这个部分其实没什么所谓，不用深究，我觉得。对。不过我觉得能戒掉确实很不容易。对。新作の和菓子を完成させるまで時間を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お返したいんです。死んだ親方、坊ちゃんやおかみさんにお願いします。あんた、新作が完成するまでだ。其实我觉得哈，半斗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够了，已经够人气。对。そんなこと。哎呀，与服装嘛不赖。死にたくなかったらもっと質がいいものを納品なさい。少しは見せしめが必要ね。成績不審者のリストです。你醒了，你已经是女孩子了。醒了，你是女孩子了，疯了。会赢的，会赢吗？会赢了，兄弟。你们看，你的鲁布说的是手术很成功，他没有正面回答，你知道吧？对。怂了，又怂又兴奋，是吧？我感觉是有点。对啊，又是这个地方。哎。あいつがそう望むなら望み通りにしてやるだけだ。母ちゃんだって喜んでくれるだろう。其实我还是没搞太懂他这个腰带弄坏的意义是什么？单纯为了封他号吗？还是怎样？后面要出新形态了吗？对。他就说我上次给你修了之后，哎，有了一点灵感，下次碰到的时候就给你拿出来。为了增加 Lucky 啊和叔公的互动。哦，也有可能。いなくなった時、お母さんがお店を閉めようってしてた。でもケンジさんが続けようって言ってくれて、僕大きくなったらケンジさんに和菓子作りを習ってこのお店を一緒にやり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そうか。哇，半斗这个表情，他演技确实可以哈。でもハンターに強制はできないし、ラキアンならどうする？俺なら倒す。ストマーク社にたぶらかされた奴らが引き返そうとする。一度は見逃してもいいとは思ってる。俺もお前に言われて引き返した身だからな。ただコメルの敵となると話は別だ。そいつだけは絶対に許さない。而且不会悔过。俺は今ここにいるんだ。苦しくない。自分に言い聞かせてるみたいに見えたから。
所以他自己也很犹豫这个事情了。万一杀掉 Komi 的人也是某个打工仔，然后还从良了，对，因为你如果还是继续抓，他要杀你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就万一你从良了怎么办？他在问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其实我觉得点心做的太好看了，太像活物，也不是好事。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搞这么好人看，参果这一块，对呀，人参果都来了而且你吗？们想想，日式点心基本上都是红豆馅，一咬开那种感觉。哦，那很恐怖。コウジ君から何か連絡あった？今度は負け不是，ない。你看个哪儿？哎呀，你脱衣服干嘛？你脱衣服干嘛？まさか改造したのか？舍弃了一切的欧豆骷髅这一切在哪？舍弃了大哥。应该是只是他吧？哦呦，这是力量太强的关系吗？还是怎样？不是很适应吧？我觉得这是那种排异反应吧。对，差不多。新年挨着来了。大桥底下，就是 cast off 的地方。依旧熟悉。去旅行啊。去天国里。思い残すことはありません。復讐を成し遂げてください。この姿じゃやりにくいですか？我觉得这个处理好吧，狗头人的温柔嘛，怕你下不了手。对。哇哦哇哦！哇哦！哇，什么鬼？哦，丢薯条，军马吕，军马吕都来了。哇，可以。啊！一刀秒了。修的腰带啊！修了干嘛？你告诉我，修了干嘛？这里感觉到无力了，数值不够啊，就是为了电而电。就给下2集做铺垫嘛，对吧？果然他这样干了。这个真的，我只能说毫无意外吧。对。你好温柔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反而更难受啊，因为已经做好了第4次觉悟，结果人家放弃一马，也算是一种惩罚。我操！死掉。他死掉也就相当于狗头人死了。对，也就相当于狗头人死了。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个碎片还留着，说明这个事情他会在心里记着。没有塞包里是因为扔掉，会被罚款的。环保这意思。好吧。闪电侠来了。哎呀，数值怪这一块。我以为你有了黑复口就能赢嘛。哦，你妈的，为什么？哎，屁股好黑呀！哦，你看你后面呢，控住了，一拳打死你！苏苏条这个皮套真的好看，我操！好看没用，好看没用。这还疯的，我操！没有，他拿那个贝壳枪挡了一下，不然就死了。拿枪挡。アニマルバカチむっちゃバズってる。作戦成功だ。取材の例行ってきた。もしかして。さすがハンティ。ありがとう。じゃあ美味しいお茶入れちゃおう。ケンジさん回了吗？如回。回了，但是啊。你干什么？回了。那你，哎呀，没了。他为什么要把很多年前的老员工清理一遍？公司正常发展的话，100就100吧，我们也懒得管。但是现在公司有点问题了，需要杀鸡儆猴。对啊，对，完了，这也要变疯批了。疯癫了。我觉得哎，这种预告真的很危险，你知道吧？有可能最后面苏公会死在大姐手上。已经疯到连苏公都要杀了吗？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色初衷了。说实话，说到你的点赞支持，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爱你们！请我先念下这里的预告哈。丹特耍赖泱泱着，还想吃更多人间的点心，为此信果提议亲手制作布丁巴菲招待他。于是众人纷纷着手准备。古洛塔从尼耶鲁布的研究数据中意外得知丹特叔公竟还活着，还在人类世界生活，为此他径直闯向心心念念等着点心的丹特的住处。与此同时 ，Luckian 也发现了弟弟 Komi 的仇人。下集的预告图里面其实有出现一堆，我也不知道是 policeman 还是飞虎队特种兵举枪对着叔公嘛。你们其实是怎么理解这个片段的呢？我感觉叔公是等不及了，自己去店里面吃，结果被报警了。叔公的幻想之类的，我也觉得是幻想，趋向于这是某个人的设想。你们如果不赶紧给我搞些吃的，我就要自己出门了。然后估计主人团那边就开始联想了嘛。因为我刚刚念的那个预告里面有特地提到了耍赖，或者也有一种可能啊，这是叔公曾经干过的事情。总之那一段看起来太奇怪了。对，既然他们下一次的就是巴菲，我感觉不一定巴菲是生根吃出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我主要是觉得，如果要叔公去做出来这个宝藏
的意义会更大一点，就是两个赎罪者的互相救赎的感觉，或者可不可以这样，那个托盘就是叔公做的，巴菲的生真生出来的，他也要跟冰山做点区分，这样子处理，兼顾到了生真，也兼顾到了叔公。而且啊，他们不是去买那个托盘嘛，有点像是要找叔公牙齿平替的材料，你不能说他妈的为了照你这个巴菲他妈又拔我几颗牙了，我拿那么多牙给你拔，把你自己拉起来了，或者你看看拔哪个打工仔的吧，狗头人拔不了了，被他死的时候留下来了一点牙齿，瞬移不来了。对，那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叔公挨了格罗塔一刀之后，还坚持把那个托盘给做出来了呢？还是说下一集叔公就要死呢？那他生命力有点强大了呀。主要是我刚刚看到预告的第一感觉像什么呢？像跑万死之前那个预告，加长版预告里面，他对格罗塔说：“其实你也很寂寞吧，还是有交心的。格罗塔不一定会直接杀他。”但是他们聊的东西越多，其实对叔公是越不利的。当大姐知道是叔公在背后帮生真干了那么多事情的时候，她会不会迁怒于叔公呢？会。西塔死了，我觉得都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呢，兰果的死对大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兰果是顶梁柱。你们其实可以发现，大姐已经到了那种暴走的程度了，包括你看这集的结尾，关键她还是个暴力担当，她会干些什么事情？杀！没了大哥，他很伤心。其次，没大哥就没有人拦着他了。对，主要是想象主流团那边暴露大姐是杀害科梅鲁凶手这种身份，让他砍叔公一刀是最直观的，不然感觉确实没什么合适的契机去公开这个秘密了。我还想盲猜，就是说被救下来了，然后劈在墙上面。有可能大姐砍的不是叔公啊，就比如说正好哪个业绩特别差，临时工，那样也行。对啊。顺着这点，我再做一点拓展哈。其实狗头人会被第一个肃清也是有原因的，秘密就藏在了特工提供的名单里头。叔叔某位小腹微微隆起的朋友，帮我把这些文字转换成了英文，然后我再把它整理成了屏幕前新的表格。制作不易，也请务必给叔叔点正面反馈，支持一下好吧。相信通过屏幕前的数据，各位一眼就能看出狗头人是对应的列表中的谁了。而从名单中的评估也可得知，像狗头人或者科梅鲁这种能凭自身意志接到黑暗灵石的，终归是少数啊。那这次也难得 Q 到了3条文字所对应信息的问题，我就再提多2点吧。第一点可能涉及到了假面骑士嘎布早期的废案或者说理设定。第6集节目组曾借由尼耶鲁布之手，让观众得以窥见部分丹特叔公留下的红色户口改造实验报告，具体内容并不重要，我们该注意到的是右上角的报告名，文字转换后将变成 Autopsy Report， 即尸检报告的意思，也就是说生真曾于改造实验中死亡，然后再复活了才对。所以我们早期推测该情节是在致敬假面骑士 Black， 不无道理，好吧。至于第2点，叔叔想提的是，我不止美过往制作的节目中，其实也出现过数次自创文字甚至语言的情况。想来他受到空我的影响还是很深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凯5开头致敬空我了。在此也希望这位既怀旧又爱创新的制片人能透过嘎布为自己证明，好吧。其实按理来说，这集能讨论的内容足以让我再另出一期视频，可由于叔叔近期要忙着写空我相关杂谈文案的关系，已经没有余裕再制作嘎布或者是操作者相关的视频了，这点我也深表遗憾。不过到时也请各位支持一下叔叔筹备了许久的空我25周年纪念专题，好吧。在此前谢过各位了。我先说一下，我上周朝日官网的提问又没猜对，本来猜的是生真把动物点心送给半斗吃，但是结果生真其实只是让他跟健儿谈谈，仅此而已。但我觉得好像也已经够了，因为就像上周各位说的，确实不好插手这个事情。对啊，行吧，我再邀回去关于下周剧情的一个提问了。拉提亚是如何发现杀害他弟弟 Comet 的凶手是谁的？刚刚我们其实也大概有聊到了，要么大姐在肃清的过程中被拉提亚他们撞见了，要么就是叔公被砍了，或者说被砍之前，主角团把叔公给救下了。他们再透过砍痕猜测这就是格罗塔，然后格罗塔自爆。这样的话，感觉叔公还能活。不过我这次也是先相信自己的直觉吧，万一给我毒奶一下，叔公就活了呢？我多猜几个，总有一个是对的吧？我打我死。下集还有一张预告图是能拿出来讲的，就是生真半斗在采购途中撞见了零食店店长，他手里还拿着一束花，应该是去拜祭谁吧？有可能是去拜祭生真的妈妈哈。毕竟失踪了那么多年，那按人类社会来说，基本上就是判定为死亡了。对，虽然我们早就已经在猜他有可能是生真妈妈的亲人，但下集应该会给我们一些更为明确的证据哈。不是祭拜生真的妈妈也行，店长可以是去祭拜自己的爸妈，然后透过墓碑让观众知道他姓井上就 OK 了。对对，他爸爸妈妈的墓啊，就制造观众与主流团这边的一个信息差嘛。加长版
版的预告里面还有一句有用的台词，就是丽姐鲁对尼耶鲁布说，是要你继续研究兰果使用过的毒素呢。然后画面是给到了二哥那个很为难的表情，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他不太想把这张牌给打出来，因为这张牌一打出来，兰果就不好复出了。当然大前提是大哥二哥真的是有暗中联手哈。那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联手的话，这集尼耶鲁布主动给吉普做实验，在我看来就不仅仅是想获取数据那么简单了。本周 X 热搜词条排行前30位跟特色相关的一些词条，这里先着重说一下哈。本周因为消失续集的冈田龙太郎，也就是不破间的演员，发了条自己通过了司法考试的推文，所以热搜上有4条词条是与之相关的，分别是排名29的冈田龙太郎赏，18名的司法考试，13名的冈田赏，以及最高冲到了第5名的不惑赏。他感觉是退圈了，要么就是志不在此，要么就是跟事务所那边闹得不是很愉快，或者本身就是棘手准备嘛。可能也有观众知道他读那个学校是早稻田大学嘛，但是他在考上这所学校以前呢，其实也复读过好几年，想要考上的是比早稻田再牛逼一点的东大，就慢才考上了早稻田嘛。包括司法考试，他也是在 JO1 时期就已经在备考，直到今年才考上。当然，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好不好？包括这种品质本身就很不错，对不对？对。虽然冈田赏后续也不太可能和演艺圈沾上什么关系了，有点可惜，但是祝福。对，第28名尼耶鲁布利赏，我念几条有趣的推文哈。尼耶鲁布利赏还真是个关心弟弟的温柔好人呢。尼耶鲁布利赏这是明知继父毫无选择余地，却还要故意逼他就范了。说实话，事到如今还指望用普通形态的彼得嘎普战胜 Over Master Model， 该不会尼耶鲁布利赏只是想拿自己可爱的弟弟做实验吧？给各位说一下，百列兹形态的那个数值啊，除了跳跃力跟速度快于马梗变的通背曲奇，全力跟体力是一样的，所以严格来说都是打不过我们红色户口的，只不过是基础形态而已，就是比火花软糖会强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觉得尼耶鲁布真的是想让自己可爱的弟弟去送啊，不是做实验这么简单。术前术后尼耶鲁布尼赏都绝口不提这样就能赢之类的承诺，不愧是专业人士。要是失业了改行当骗子，绝对能混得风生水起啊！尼耶鲁布大哥又要算计我了吗？尼耶鲁布。随着家人减少而逐渐崩溃的继父与失去家人后开始显露脆弱的格罗塔涅桑，某种意义上他们充满人性，让人意识到格罗尼托是与人类并无二致的智慧生命体。这种哀愁感愈发耐人寻味，但与之相反，家人越少却越发神采奕奕的尼耶鲁布尼桑，那份疯狂天赋也愈发耀眼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尼耶鲁布从来没有变过，只有他是始终如一的。对。第27名 Dante Oji-san， 我还是念几条推文吧，好吧？丹特叔公为什么要在预告里反复强调可能会死，可能会死啊？简直就像在看一个随时会咽气的长寿老人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可能真的要死了，哎。且看且珍惜。死了吗？死了，哎，没死呢，死了，啊不，没死，如死。是狼来了太多次了。对，这次如果不死，好像真的说不过去了。关键是他还得赋予布丁巴菲一定的意义，叔公祭天嘛，法力无边嘛。这样的主角的最终你不今天，你他妈寄给三奇是吧？只能说我本心不希望他死，但是他如果真的要死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就是为了推进剧情嘛。反正死了也可以，但是不死更好。对，就有点像是狗团的情况嘛，我们也是觉得死了是预料之类的，那我肯定会期待一点他不死的写法。对对对。第25名啊 Gunanito， 第24名神之雄手。为什么这个词条讨论度会这么高呢？因为他用的是 Goddess， 就是女神哈，女神雄手就怪怪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聪明，因为他如果用什么 God 或者说什么 Kami 啊，就不会引发这样的讨论。哦。第22名雄手真白，第21名 Tega Sodo-san 嘛，第19名追加战士，第14名 Kenji-san。念2条相关的推文吧。剑二先生的结局从汉迪的核心问题直接衔接到 Luckian 的核心，作为故事结构简直精妙的无懈可击，但是情感上根本接受不了啊！明明希望剑二能得到救赎的，明明那么希望他活下去的啊！然后第2条啊，要是吵架的话，别说放过剑二了，绝对会一边说这就如你所愿往死里揍，最后还要变身成冰沙形态，补上一记骑士踢了。第10名 Gunota Nesa， 念2条相关的推文吧。明明是自己提出必须杀鸡儆猴，结果却选在夜晚无人的地方下手，连尸体都处理得干干净净。括弧还吐槽了一句啊，虽然 Komelu 还莫名其妙的留着，斩击痕迹也在，既没起到警示作用，剧情衔接上也断裂。Gunota Nesa 的逼格简直一路暴跌，比起那些擅自入赘、随意改换立场的弟弟们，始终站在原地的 Gunota Nesa 反而更散发着一种漂泊沦落的气息，真是令人唏嘘。他
他未曾改变，周遭却已物是人非。确实。第9名全套巨神，第6名您正在收看的节目。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词条很莫名其妙？这句话是出自豪兽者放完 OP 后介绍赞助商时旁边的2排文字文字什么呢？请放心，您正在收看的节目是豪兽者。第5名 Handy， 今天几条推文吧，好吧 ？Handy 最后撕碎了自己长期携带的画像，按常规发展本该随手抛洒碎纸片，他却仔细收好放进口袋，大概之后会处理掉吧。这种细节让新木田半斗好人度简直爆表啊！我刚才其实也在吐槽随地扔垃圾会涉及到罚款的问题。刻在骨子里的这种好习惯，就算这么感伤的场景，也要好好把垃圾收起来。对，我只能说半斗是个好人，不要学隔壁那个原野什么鬼的碎纸条，不要乱扔，知道吧？Handy 确实展现了英雄本色，真的很帅气，但那个结局实在太令人难过了。如果说犯下罪孽的 Granito 始终无法获得宽恕的话 ，Dente Oji-san 和 Lakia 岂不是也危险了？还有一条想到下周可能会有人问 Handy， 你知道剑二先生现在在哪里吗？就让人心碎啊。第3名巨石拳神，你们先猜一下吧，本周的豪兽者跟嘎补谁的排名更高？豪兽者 No.1。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争议啊。第2名卡梅特的嘎补4.5万加相关的词条，第1名的豪兽者有7.2万加相关的词条。念2条推文吧，无论多么洗心革面、一心向善，曾经犯下的过错都不会消失，而能否得到宽恕完全取决于受害者的意愿。况且一旦染指罪恶之人，终将被他人肃清，这就是本周嘎补讲述的故事，也是现实人生的残酷法则。本周嘎补的教训是，一旦踏入反社会组织的世界，就别妄想通过反省或者漂亮的金盆洗手获得原谅。只能说确实如此，但话说回来，这也太鬼畜了吧。我本性肯定是希望口头人能够活下去的，就是你要让观众看到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你想嘛，后续斯特马克社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活着的打工仔你是怎么办？你如果真的一刀切，那我没话讲。我也不喜欢这个处理啊。我的想法是，首先他们是在沙腾人界，然后没了黑暗灵石以后，半死不活，让其他沙腾人引以为戒。就当他跟那些吸了毒没有毒吸了，然后就发癫或者废了一样的感觉也行吧。可以的。大家这个地方如果不去深究打工仔的原型的话，我觉得他这样子处理也无可厚非。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集还有一个处理的比较好的地方，大姐在打那打工仔，那打工仔其实是有说亚米嘎西，侧面体现出来那些长期维持黑暗灵石的打工仔已经脑袋尖尖了嘛，在侧面体现出来能够戒掉黑暗灵石的狗头人是多么牛逼啊！当然不排除他确实没有吃过，或者他吃的黑暗灵石成瘾性没有那么强的一些因素，但他如果真的是吃了黑暗灵石，再靠自身的意志给戒掉的话，那我觉得确实挺厉害的。对啊，铮铮为什么放过吉普吗？这个其实也是我本周不太满意的地方，因为在我看来他如果想逃避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说打着百宝瓶，那宝藏全部就升天了。说白了就是开完大，你本来就应该解体了。对，你解体或者说你累倒了都可以，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让拉提亚去问他不去追吗？你还回了一句意义不明了。他完全也可以让丽姐女再救她的老公一回，但是这样子处理感觉又跟上集重复了。不，你这样干的话，他妈的有点偷懒了，太公式了，是不是死不起啊？但是这一集大小姐不出来，也是有那种暗示，她已经快要抛弃吉普了，没兴趣了。哦，对，变相也可以说大小姐对于吉普的那个兴致变低了。对，但是我觉得深究不了，因为这集很奇怪，丽姐女甚至都没有去看他们打架啊。我唯一能够想到创作者构思出这段剧情的用意是什么呢？是为了迎合这一集的主题。就生真也被半斗和狗头人这个事情所触动，有了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也在反思自己杀死了对于吉普最重要的西塔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应该当场说出来，而不是完就算让观众去猜，对不对？那我也只能找到这样一个补了。虽然古话也说得好，穷寇莫追，但放过吉普无异于放虎归山啊。当然如果斯图马克社谁能一直活下去的话，吉普反倒是最有可能的。各位也不要说把他杀了才能够泄愤之类的感觉，因为有些时候如果能够让他活得比死得更难受，那我觉得让他活着也不是不行。王子最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温柔的说法。你要说让他活着折磨他，这个落实到这部剧里面要怎么做？我想不出任何一个可行的方法。疯了可以吗？疯了也可以，那疯了更应该杀了呀，被他妈误伤到别人呢。那只要用一种方法让他没法再犯就好了呀。黄金体验镇魂曲，对，类似于慕容复那样子也行啊。具体怎么操作我不清楚，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这样子处理的话，我会觉得比让他直接死了一了百了更加有意思一点。
我就觉得再怎么痛苦的惩罚都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你的意思是要送他去见西塔吗？这样太善良了，我一定要让他们阴阳。对，现在让他死是解脱。我觉得他其实还挺想死的，去陪他了。他是想死，但是复仇吊着他一口气，你知道吗？对。顺便再给各位扯一个点吧。之前呢，因为有些观众看了2篇访谈，觉得香藤纯子什么嫉恶如仇啊，什么罪人就必须要杀，但是这个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所以我认为不能够直接套用到嘎补里面，具体怎么处理就往后看吧。这集其实还有一个处理的特别好的地方，我刚才也聊到了，就是剑二先生的温柔，他怕他人类的面貌你不能下得去这个手，所以我要变成你憎恨的样子。这个其中也涉及了一些儿童节目的约束，因为如果你人类的面貌被杀掉的话，就意味着你杀人了。不仅是这一点，在这种面貌下，半斗依旧选择了某种程度上的原谅。没有了，他不是原谅，他放过了自己对过去的执念，但没有原谅这个杀人凶手。对，这我就想起贴吧那个半斗凭什么替他妈妈原谅狗头人？傻逼！除了刚刚深圳放过吉普那个点，我觉得没处理好。其实这集结尾我也想诟病一下了，因为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处理的太粗暴了。我也觉得一刀切完全 OK， 这个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展开。问题是你这个一刀切中间的差异没有做好。我是更希望半斗前脚刚放过狗头人，后脚这个人蹦出来把他给杀了。对，这样子至少就不必再演变成剑二先生明明都说要出去旅行了，我还是跑了回来上几天班，最后一声不吭又跑了。作为创作者而言，毛利他有没有考虑过宽仁和他妈妈的感受啊？而且没了剑二先生，点击店以后要怎么办呢？当然这个部分呢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视角去解读啊，就是要体现出格罗塔的那种无情，让你们去憎恨格罗塔，积攒主角团跟观众这边的愤怒值，不要对这个角色有太多的怜悯之心，他已经颠了，好吧？记不到主角团那边，我估计狗头人这事情下集他根本就不会提到，完全不提，真的白死了。对啊，关键是半斗做了那么大的觉悟之后，才让狗头人以人类身份活了下来，不提太抽象了，好吧？对啊。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如果狗头人最后是在人类状态下被大姐砍死也行呢？虽然我感觉这样子处理又涉及到我刚刚提及那个问题了，但是你最后还是要弄死他，那就带着狗头人这个身份去死了，你就不要再用剑二那张皮了。也是，毕竟在杀他人状态下死去，现在的他无法逃脱过去的罪孽嘛。他想死的时候他妈活下来了，他想活下来的时候又鸡巴死了。那然后呢？这能表达出来什么？你告诉我。我也不知道用讽刺来形容对不对了。某种意义上，毛利这种收尾的目的也是达成了咯，就是为了引发我们这些思辨嘛，并且和我刚刚说的那样，铺垫格罗塔的疯癫，积攒观众的愤怒值，这也是前后脚杀的路线无法获得的效果，是吧？我其实也看到近期有些观众诟病啊，之前说了几万个人怎么办？没得救了吗？你们还在纠结狗头人，这对吗？我也不好去评判这个故事过程上对与错了，就只能说是创作者的侧重点不同。我觉得当他救不了了嘛，必然都是有牺牲的。你看林浩他妈杀了3万人，那你难道要怪五大雄业救不了他们吗？而事实上，在他们不断打倒打工仔、拯救人类的情况下，烂狗之前不也把进货数量搞回沙滩的猎人出现以前的水平了吗？对，说白了，今年主力团在设置上过于被动了，而且目前深圳开门的权限很有可能已经被尼耶鲁布给下掉了。这个大哥生前是有叮嘱过尼耶鲁布的，那主力团想要进入沙滩界，只能另寻他法，注定也不可能1-2集给你说明白，所以那几万人各位也只能当成必要的牺牲了。当然，后续他们或许还有机会救回来也说不定。即便如此，肯定也有一部分已经被做成黑暗零食了嘛。与其去自责愤怒，还不如向前看，因为你本身也没有办法救所有的人。这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在 C 吧，大秦是训斥想要救下所有人的飞羽真太过自大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的故事构成不好评判是对是错，不过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嘎补他确实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这部作品。一个很完美的东西，没有人质疑的话，热度是不会太高的。对，所以各位也理性的去看待很烂的人吧。虽然我觉得这些人本身就戴了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作品的话，确实也很难吐出象牙，是吧？就再稍微聊一点嘎补上个月收到的一起家长投诉，你们猜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不会是因为男吧？上个月没有吧？不到我，就是我前2期视频 Q 到那句台词，确实就被投诉了。我念一下那个原文是这样子的啊，在一部子宫向特色剧中，竟出现中年男性对身为主角的弟弟说出“你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这种否定其存在价值，甚至企图逼迫其自杀的台词。恳请制作方不要在儿童节目中采用如此残酷的对话。这段不
不是用飞机的声音盖过去了吗？哎，没有啊，他后面36集不是重复播放了吗？对对。所以我才说啊，子宫向节目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啊，跟我刚刚提到剑二为什么要以狗头人的身份去死，就会涉及到一个杀人的情况。虽然啊，我觉得格罗塔最后面无论是杀剑二还是杀狗头人，都能够体现出来他那个残忍，但是呢，站在制作者的角度就会思考这些处理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我杀是皮套人，不是真人。对，一个网友对这个投诉的评价，我觉得也挺对味的哈。有人说过，会收到投诉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有趣的节目，也就是说，每月都会收到家长投诉的嘎补，实属杰作。这不是投诉，这是荣誉勋章。所以看待问题呢，不要只看待单一的方面好吧。虽然他被投诉了，但是你认不认他这样子是更好的处理？因为烂狗没有说出那样一句台词，深圳的那个回应就不会那么铿锵有力了。36集有2个片段真的是很容易哭了，一个是这段，还有一段是民众为假面骑士发声。真的认真看进去这部剧的人，能够感同身受，能够共情的人，肯定是会看哭的。至少我是真的看哭了，好吧？网友给星打气这一点，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触。你如果像叔叔一样经常被小孩子攻击，就会知道观众的鼓励是有多重要了，好吧？那我要说更变态的啦，贴吧说，哎呀，深圳这种人没有夸奖就不想去当英雄了。傻逼！这次讨论的时长又破纪录了，含金量这块自认也有3-4层楼那么高，产出这种内容确实费力不讨好，所以请各位真的不要吝啬对小团体以及对痛苦剪辑了好几天的叔叔的鼓励，好吧？想要回顾上期的观众，还请自行跳转，下周不见不散喽，加油！